新架一路，前堂奥步，接上式出收。周身放松，两手自然下沉，左脚虚落地，脚不挨地，顺势胸腰折叠，引手上领相合，翻胯盖左步，左脚脚尖左斜前方45度落脚。好，重心还在咱们的后腿支撑腿上，两手走平原，左手逆缠压腕，右手顺缠领腕。画平原的同时，重心左移，两手和身前中线产生相合，重心左腿松合左胯，左手逆缠，右手顺缠，顺势领右膝，两手合于身前左侧，身法朝向于左斜前方。好，顺势开右步，双逆缠当走后弧，两手外蓬打开，重心移至右腿，两手与两膝上下相照。好，换个方向，出收，变前堂奥步。一，放松下沉，胸腰折叠，领手折叠，盖步落脚。两手平原，重心随两手合于身前移至左侧，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合左胯领右膝，顺势上提，开右步，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双逆缠上蓬打开，两手放松下沉合手，合于两膝上方，重心右腿，身法朝向于左斜前方45度。好，下面跟同学们讲解出收的衔接变化，前堂奥步。在我们练习前堂奥步的时候呢，在新架里面它有一个手势的变化，它比较难一点。好，我们先从手上的重心、手上的螺旋来跟大家去讲解分析。好，离近一点，两手手腕相合，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右手逆缠，左手顺缠，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边可以明显的看到两手的手腕交叉，在相合的同时，它会形成一个右手的轻微下压，左手的向上调掌，它两者之间是一个类似于十字交叉，随手的转动产生的一个变化。手上的动作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压腕调腕，压腕调腕。手十字交叉的这个过程里呢，它难点是在于如何配合它的螺旋。当我们右手手腕下压时，左手顺势上领，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随着咱的当胯左螺旋，以及两手在变化的同时要向左画平原。如果手腕不动，那么你的双手就是在身前画了一个平行于地面的圆形轨迹，加上咱们的手，就是右手压腕往左领掌，合到身前左侧，然后再变成左手压腕，右手调腕，向右前方画平原，形成了一个平原，是这样通过身法的左右螺旋带出来的。如果我们看画的稍微轻松一点，非常自然非常放松的把这个平原领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咱们再看当胯，之所以这个奥步难，是因为它有两个细节点。从正面看一下，当我们做完出收以后，紧接着的放松下沉，左脚是不落地的。有很多老师坐这儿可能说站不稳就把左脚放在地上，不要去把左脚落地。当我们单腿支撑直立的时候呢，两手放松，脚放松下沉，让右腿产生胸腰折叠的领身上起。来侧面看一下，放松下沉，走胸腰折叠，它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大家在运化的时候，胸腰折叠肯定是新架里面的基本功，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走动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考虑一下如何把胸腰折叠从一个两腿这样运化的过程，变成一个单腿运化的过程，难度肯定要比两脚支撑在地上要难一些，是不是？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通过什么呢？左脚点在地上，让右脚为支撑腿，放松自然的去做一个胸腰折叠，让左腿感觉像今天可能有点实，那明天虚一点，后天再虚一点，直到能让左脚离开地面，轻轻的去转换胸腰折叠的这个运化。等时间长了，我们去感受一下身体。胸腰折叠在运化的过程当中，身体的劲力包括它的运化过程，它是一个涌动向上的，是不是涌动向上的？所以在涌动向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身法的涌动以及腰腹的折叠，在最后当胯相合的时候，你看这是当胯出来，对不对？在最后当胯相合的时候，找到腰腹相合的力，利用胸腰折叠的最后一下，脚不挨地起收，把脚拿起来。所以在这边它的这个领手和咱们的提膝就形成了以胸腰折叠为运化的一个带动两手合在这儿，放松下沉，脚不挨地，你看起身，是不是身体像一个小虫子一样，通过涌动把脚带起来，两手也随着身体的胸腰折叠的涌动，让它慢慢往上领手，落地相合，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在这里需要找到2个基本功，第一个是胸腰折叠的变化，第二个就是胸腰折叠引动两手和两胯在变化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现象。那么手的运化过程，其实很多老师的手需要怎么去画圆呢？咱就把手放到这儿，直接让胸腰折叠去走，看到没有？手怎么样去运化？走了一个由下向后，再由后向上向前的一个力圆过程。所以就是胸腰折叠怎么动，手就怎么画弧线就行了不要完全贴到身上，稍微有点小空间就可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走呢，在运化完这个动作以后，你的这个脚的变化，我们从正面去观察，它并不是说直接把脚就落在前面了，它没有，因为咱的下势是一个什么？身法向左螺旋，带动提右膝，向右斜前方开步的身法。所以我们的左脚，这是咱们以前讲课的时候最基础的内容，身法的转向和你左脚脚尖或是右脚脚尖落地方向是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配合的。所以脚尖想要让你的身体往那边摆，那你的脚尖得往这边走，给身法转动留出空间这是一个要求。所以这个位置就会出现涌动完以后一个盖步，盖步的过程当中，右胯的松沉将两胯产生一个下沉螺旋下沉螺旋，把左脚脚后跟外侧落在地上。这时候你看咱只要一移重心，是不是重心往左胯一走，身体就想往左转，这正好衔接到了刚才跟大家讲课的时候说，要在手领平圆立圆的时候结合咱们的腰胯。那你这个时候你看脚都落成这个样了，你在落脚以后，左脚脚尖朝向于左斜前方45度，重心前移，同时移动重心的过程当中，腰当往左螺旋，是不是右手压腕，左手调腕，走，这边过来了。好，一领右膝往左转，是不是在螺旋膨胀过程里把右膝就带起来了？这个配合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落完手之后，左脚脚后跟外侧落地，脚尖朝向斜前方45度，移重心的时候，你看压右腕，挑左腕，重心来到前腿，同时两手在随身法的左转向左画平圆。好，在左腿左胯一松，领膝上提，开步外碰，当走后弧，是不是这个身法就出来了？那我们把这动作如果做了流畅一点，是不是新架的身法就出来了一落下来以后胸腰折叠落脚，好，走，身体的螺旋自然就能产生这个平圆了。重心还在右腿慢慢向左移重心走，开始转，边转边领手，重心来到了，一松胯，一带一开步，顺势打开，连一胯
啊，落脚，哎，前趟奥步的身法就这样的亮相就打出来了。所以需要大家去掌握哪些内容呢？第一，肯定是胸腰折叠的运化带动两手，它不能丢啊，是不是？两手和胸腰折叠以及裆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是，你看先下沉，下沉是干啥？为了涌动向上，是不是？那到后边你手的平原也不能和裆胯的平行螺旋给丢开，也得是严丝合缝的配合着身体的转动。落脚一走，重心往左，带动领手，是吧？所以这两个细节需要大家多次去练，找到身法在螺旋时带动梢节的一种变化感受。那下式就是咱们最后说的，它已经很简单了。开完右步以后，重心是不是在左侧，对吧？两手这时候也是合在身体的左斜前方，随左腿的松沉，当走后弧，重心的右移，重心移到位，哎，移到位，两手顺势双逆缠，走前蓬上弧线，逆缠打开，随后松右胯，放松下沉，还原定式相合，两手合在两膝上方。这里容易犯一个错误啊！你看从正面看的话，咱们的动作是一个这样的身法，但有很多同学，咱们直播间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网络课堂，大家都应该知道，重心在心架里面，它一旦有了4-6的这一句话以后，好多同学对于重心的变化不太敏感，容易导致在开步的时候造成5-5重心，或者是偏一点点的5-5重心，两手就这样往下一沉。那你看两手两脚当重心在中间的时候，是不是动作就特别奇怪了，对吧？所以说不要把重心放在这个身法的中间，一定要让它保证是一个偏重心的身法，就是偏的弓马步啊。这个地方需要大家一定要记住，把身法动作做标准，整个身体的运化做流畅，那么胸腰折叠的效果出来了，小手平原的效果也出来了，最后定式相合的效果也出来了啊！这是心架一路。